扬州盐商富可敌国，真的是因为盐太赚钱吗？如果把账算清楚，卖盐本身可能没有太高的利润，真正让他们暴富的不是一袋盐，而是一张纸。这张纸是什么呢？大家好，我是陈无术，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在这里，你将听到历史上的财经故事，理解财政、税收、货币、证券的来龙去脉，用财经史理解今天的现实。刚才说的这张纸叫盐引，它原本只是提货凭证，后来却变成了可以买卖、囤积、折价收购、等待兑现的金融资产。明朝透支了未来的信用，盐商接下了旧债，也拿走了未来的垄断收益。当国家提前花掉未来，谁有能力接盘？谁又会在未来付出代价呢？万历年间，扬州城里一个中小盐商正坐在茶馆里，他的面前摆着几张盐引。这几张纸原本应该能换来盐，只要知道盐装船运到指定的销售区再卖出去，他就能赚到钱。可是他已经等了很多年了，盐场没有足够的盐，官府那里排着长队，前面还有更多的旧引，谁也说不清轮到他还要几年。等待期间，由于盐引不能及时变成现盐，他已经投入的银两就无法周转。但是经营所需的日常成本费用、前期借款的利息，一文也不会少。这几张盐引对他来说已经不是利益，而是压力了。这个时候，一个扬州大盐商告诉他，这几张盐引大盐商可以收，但是只能折价。小盐商当然知道这样会亏本，可是他已经没有选择。而对大盐商来说就不一样了，他资金更加充足，所以可以继续的等待。你看，同一张盐引，在等不起的人手里是包袱，在等得起的人手里就是资产。我们过去讲盐商，很容易想到两个词：专卖、暴利。好像只要国家允许他们卖盐，他们就能轻轻松松赚大钱。但如果真的把一引盐的账拆开来看，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以明代中后期的两淮盐为例，一小引大约是200斤。盐商要支盐，首先要给造户工本费。造户是生产盐的人，他们熬盐、晒盐，成本由商人支盐时支付。这只是第一层成本。第二层是国家盐课。盐是明朝财政的重要来源，国家把税藏在盐价里，通过专卖制度向全社会收钱。第三层是权力寻租。成化弘治以后，很多的权贵、宦官还有皇亲国戚，通过关系占据开中名额，他们自己不运粮，也不卖盐，却可以把名额转卖给真正经营的商人。这就等于在盐商进入市场之前，先加了一层权力成本。第四层是运输和口岸的费用。两淮盐场位于南直隶沿海，盐要卖到湖广、江西这些内地的销售区，路程很长，中间还要转运装卸，经过很多的关卡。运输时间越长，环节越多，关卡越多，费用也就越高。所以盐商面对的根本不是简单的进货价和卖出价，他还要承担生产端、权力端、物流端的复合成本。按照有关专家的测算，一引200斤淮盐综合成本大约是2.5两白银，运到湖广一带，终端销售收入大约是3两白银。也就是说，净利润0.5两，利润率是 16.7%。按照《明史识货志》的记载，洪武时岁办大引盐35万2千余引，弘治时改办小引盐备之，万历时同。所以弘治年间每年大约是 70.4 万小引，按照每小引净赚 0.5两计算， 70.4 万小引乘以 0.5两等于 35.2 万两白银。也就是说，全国的盐商辛辛苦苦忙一年，也就赚了35万两白银。但是同时还存在着另外一个数字，
日本学者藤井弘估计，万历年间盐商的收入与政府的盐课营收入几乎相差无几。明朝后期盐课正常岁入约200万两，如果这个估算成立，200万比35万，这多出来的钱是从哪儿来的呢？答案还是要回到盐引上。盐引最早的功能很清楚，明朝初年，北方的边防压力很大，大同、宣府、宁夏、甘肃这些边镇需要大量的军粮。可是如果把粮食运到边境，成本很高，国家不愿意承担这个成本，因此就设计了一套制度，让商人把粮食运到边镇，交给军仓，国家给商人盐引。商人拿着盐引到盐场支盐，再把盐运到指定的销售区出售，这就是开中法。这套制度很聪明，国家用自己掌握的食盐专卖权，调动民间商人替自己解决边防后勤问题。对国家来说，省去了长途运粮成本；对商人来说，完成运粮任务之后，可以获得合法卖盐的资格。所以盐引一开始很像是一张提货凭证，它背后对应的是有那么一批盐，也对应着一个合法经营盐的资格。没有盐引，你就算有钱有渠道，也不能合法的经营官盐。这是盐引的第一层价值，它是国家转让垄断经营权的凭证。到了明代中期，事情就发生了变化。弘治年间，叶琦推行折色法，过去商人要运粮到边镇才能换盐，后来商人可以直接交银子买盐引。这一步看起来只是财政的技术调整，实际上影响非常大。从此朝廷只要缺钱了就发盐引，发盐引就能收银子。但问题是，盐引可以多发，盐却不能凭空增加。两淮盐场每年的产盐能力有限，朝廷发出去的盐引越来越多，盐场能支出来的盐就跟不上了。于是商人拿着盐引到了盐场，发现无盐可支，只能排队。这种排队就叫做守支。守支少则3-5年，多则10几年。商人交了钱，拿到凭证，却迟迟不能兑现，盐引的性质就变了。它从马上可以提货的凭证，变成了一个未来的期权啊，或者说是一种延期兑付的债权，是国家透支了未来的信用。于是扬州城里出现了一个特殊市场，有人手里有盐引，却等不起；有人手里有现金，可以慢慢等。等不起的人只能把盐引折价卖掉，等得起的人就把这些盐引低价收进来。大盐商就靠这个差价发财。一张价值1两的盐引，小盐商可能挂5钱的价格抛售，大盐商低价买入，等待未来兑现，或者在市场预期改善后再转手。在这个交易里，重要的已经不是盐的利润，而是流动性优势。谁缺钱，谁被迫低价卖资产；谁有钱，谁可以低价接收资产；谁等得起，谁就能赚到时间的钱。而且大盐商并不只是在市场上买盐引，他们还控制盐业的上下游。比如说，他们可以向造户放贷，造户缺钱的时候，就私下多煮出来的盐低价卖给他们。他们还可以贿赂管理盐场的官府，让他们手里的盐引能够更快兑现。你会发现，同一张盐引在不同人手里价值完全不同。对中小盐商来说，盐引是被迫等待的凭证；对大盐商来说，盐引是可以经营的资产。所以我们可以说，扬州盐商暴富的关键来自他们把国家信用危机转化成了自己的投资机会。到了万历晚期，朝廷再次对盐政进行了改革，史称纲法。万历45年，两淮巡盐御史袁世振把两淮每年实际能够生产销售的官盐编成固定的批次，这个批次就叫做纲。之后朝廷不再发盐引了，而是把这些固定的盐纲交给少数实力雄厚的大盐商。这些人被登记造册，获得了长期稳定甚至可以世袭的经营资格，这种资格叫做根窝。
作为交换，他们每年按年缴纳盐课和各种费用，还要替朝廷承担过去滥发盐引所积压下来的烂账。这里面就看出猫腻来了。纲法不是朝廷拿出一笔钱把盐引的债务全部还掉，朝廷没有这个钱。纲法也不是盐场突然产量大增，把所有的旧引一口气兑现，盐场也没有这个能力。纲法真正做的是债务重组。过去国家透支了盐引的信用，他提前收了商人的银子，却没有足够的盐兑现，这些积压的旧引是国家信用透支之后留下的历史欠账。纲法之后，国家把未来盐业经营权重新分配给少数大资本，让他们用未来垄断收益消化过去的信用透支。大盐商为什么愿意接这个烂摊子呢？是因为他们拿到的可不是一笔普通生意，他们拿到的是有稳定保障的货源，有合法垄断的经营资格，还有由国家权力背书的长期经营权。国家凭什么把这些给他们？因为他们要替国家还债，还要缴纳盐课，以及维持盐业的秩序。这样一来，盐业的垄断程度进一步提高了，少数大盐商成了国家特许的包税人，甚至拥有影响盐价的能力。因为如果盐商经过计算，认为盐价太低，不足以覆盖他们替国家整理旧债所要付出的成本，影响社会稳定，那么国家就会通过行政权力抬高盐价，让全民买单。大盐商实际上是获得了一定的盐业定价权。过去被国家透支掉的信用会被摊入未来的盐业秩序里，会有什么影响呢？可能表现为更高的官盐价格，可能表现为对造户更强的成本压价，也可能表现为对私盐更严厉的打击。实际上，债务是不可能凭空消失的，它只是换了一种形式，进入未来。纲法表面上恢复了盐政秩序，但也把国家过去的信用亏空转化成了未来全民支付的成本。所以，扬州盐商的财富并不只是商业财富，更是制度财富。这让我们联系到今天中国的化债运动。这几年地方债压力大，主要问题之一是过去一些地方通过融资平台、城投公司、项目公司等方式形成了隐性债务。这些债务有的期限短，有的利率高，没有完全被纳入预算管理的范围。经济下行、土地出让收入下降之后，地方政府短期偿债压力变得非常重，于是政府就把一部分短期高成本隐性的债务置换成期限更长、成本更低的显性债务。这样做能够降低短期偿债风险，降低地方政府的利息成本，但是债务置换并不等于债务消失，它只是换了期限，流到了未来。可是未来用什么收入来还呢？不还是靠未来的财政收入吗？还有一种机制也和盐引金融化有相似之处，那就是把未来的收益资本化。地方的国资平台公司、产业基金参与股权投资，通过项目企业上市并购，再完成股权退出来获得收益。但是出售股权的资金从哪里来呢？还不是更大企业的营业收入，或者上市之后散户的接盘资金吗？况且如果投资收益不及预期，退出不顺，那些原本寄托在未来的收益就可能变成新的更大的债务。明代盐引证券化让我们看到，当一种稀缺资格被凭证化、可交易化之后，财富分配的逻辑就发生了变化。一开始利润来自实体经营，后来利润来自资格本身，来自凭证交易、流动性优势和退出的通道。盐引如此，那些原始股、上市资格、资产证券化都存在类似的机制结构。一项资产被证券化之后，就可以提前定价、提前交易、提前兑现。谁能提前进入，谁能低价拿到，谁能等到退出，谁就能获得远超实体经营的收益。扬州盐商暴富的秘诀来自3个层面。第一层是实体盐业经营，卖盐确实赚钱，但利润并没有传说中那么夸张。第二层是盐引金融化，
盐引从提货凭证变成延期兑付的债权，再变成可以折价买卖的金融资产。第三层是纲法之后的制度垄断，国家把未来盐业经营权集中交给少数大盐商，让他们去消化过去的信用透支。所以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商人发财的故事，而是一个帝国财政的故事。国家为了眼前财政，提前出售未来信用，信用透支之后，又把未来收益重新分配给少数资本雄厚的人。这些人接下旧账，也获得了垄断，最后成本被摊进未来的盐价里。扬州盐商的财富表面上来自盐，深处则来自信用和制度。